有一个粉丝给我邮寄了一种水果，我竟用它做了14款泡酒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有一个粉丝私信我，让我试试他自己种的葡萄来泡酒，因为我之前试过几款葡萄泡酒，口感很一般，但他说他的葡萄皮有一种橄榄香气，学名加宝果。我最近正在研究还有哪些天然的果香适合泡酒，一听到橄榄香立刻就心动了，上网一查，果然它不像普通的葡萄那样一串一串的，而是直接长在树上的，所以又叫树葡萄，一斤卖好几十呢。这么贵重的果子，我决定用10款基酒做一个全方位的测试对比，这样才能对得起粉丝的一片信任。这个果子皮有一点厚，比葡萄皮硬一点，第一口咬下去很酸的味道，但吃到果肉中间就是糯糯甜甜的口感，还有一点山竹的滋味和奶香。最后轻咬果皮，果然有橄榄香气，还有微微的荔枝香。如果这种味道能很好的呈现在酒中，那简直太棒了。因为皮厚，所以我采用扎眼的形式，让酒能更快的浸泡进去。最终每瓶用260克加宝果、39克糖、260克酒的配方，分别用10款酒来浸泡。糖的比例是算出来的，因为我测试加宝果的含糖量为11%左右，一般水果的糖分有1半左右会融入酒中，我想做出20%的最终含糖量，所以我加糖的比例是15%，260克酒加糖就是39克，还剩下一点加宝果，我又分别用不扎眼的方式和不加糖的方式又泡了2瓶。还剩最后一点，因为果皮和果肉香气不同，所以我又泡了2瓶，一瓶只有果皮，一瓶只有果肉。好了，加宝果都被我霍霍完了，需要等待3到5个月再来品尝，不知道我一心盼望的橄榄香会不会如我所愿。我们开封6款不同基酒做的梅子泡酒。第一款是用威士忌浸泡的，入口是果甜和微微的酒感，中口是梅香，后口是威士忌自身的味道，过渡自然，但融合度不像威士忌和草莓那样完美。喜欢威士忌的朋友可以尝试。第二款是用真露浸泡的，由于酒精度数低，激发出的梅香比较少，完全没有酒味，喝起来感觉特别像果汁，适合平时不常喝酒的朋友。第三款用二锅头浸泡的，入口是果甜，口腔中有一点二锅头的酒感，但完全没有刺激的口感，回味是梅香和酒感的融合，梅子的清透感和穿透力特别的突出，果味与酒味互补，融合的恰到好处。第4和第5款分别是伏特加和朗姆酒浸泡的，这2款酒适合泡大多数的水果，优点是没有明显的酒味，果味被提炼的也很好，缺点是口感显得中规中矩，比如有的酒自身有特别突出的口感，会弥补果味的不足，但这2款没有。两者相比的话，朗姆酒浸泡的果味更加的浓郁一些。第6款是用小刀浸泡的，入口是绵柔的滋味，中口是梅香，后口又是梅香和浓香的融合，整体没有酒的刺激感，但又能把浓香酒的特点很温柔的表现出来，瞬间让人体会到浓香酒的美妙，非常适合爱喝浓香酒的朋友。你更喜欢哪一款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最近是梅子上市的季节，答应大家的青梅酒今天开始制作，等6个月检测合格之后，还事前邀请100位粉丝免费包邮品尝。我生平第一次喝的泡酒就是青梅酒，是一个朋友自己做的，当时口腔瞬间被青梅的酸爽穿透的感觉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前年做了不同品种梅子泡酒的测试，去年做了不同基酒泡酒的测试，综合2年的经验，我感觉二锅头浸泡的最终口感是酸爽度和穿透力最舒服的，所以这次就用这个组合。我做研究和实验比较在行，生产和销售经验不足，所以想问一下大家，我这种先邀请粉丝品尝，再根据反馈调整，直到大家满意后再考虑生产销售的模式，大家觉得如何？有什么建议欢迎随时跟我沟通。上次花半个月时间做出了朗姆酒，利用它泡了红枣，今天我来品尝一下口感，再测一下很多人关注的甲醇是否超标。先检测一下自己做的朗姆酒，结果显示没有问题。再测一下泡好的红枣酒，理论上来讲，如果原酒没有问题的话，泡酒是不会出现甲醇的，因为泡酒过程并没有发生化学反应，只是萃取和溶解的物理变化，水果的果香和果甜融入酒中，同时吸走一部分酒的辛辣和杂味。而我们担心的甲醇是粮食或水果中的果胶物质在发酵过程产生的，而泡酒时没有加入酵母，所以也没有发酵的过程。可是我的检测结果却从颜色上来看，虽然符合小于0.6的国标，但我还想弄明白为什么和原酒不同。
于是我翻阅资料，发现陆酒的国标里没有检测甲醇的指标和实验方法。我又翻阅之前的检测报告，是按照国标5006.266-2016来执行，发现原理是先蒸发掉酒中的不挥发性物质，然后再检测。所以直接检测泡酒的方式应该是不对的。于是我继续用之前买的实验室蒸馏装置，50毫升酒，50毫升水，然后蒸馏，最终取50毫升蒸馏液来测试，结果显示一切正常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安心品尝了。用蜜糖发酵的，后口是黑糖和焦糖的滋味，但过于浓厚，盖住了红枣的香气。用甘蔗青汁发酵的，口感更加干净，完美的把红枣的香气呈现了出来，还微微有一点甘蔗的清甜。或许是因为自己做的原酒，总觉得比之前泡的都好喝一点。黑糖的滋味给了我一个新的灵感，如果泡酒后口滋味不够的话，或许可以把冰糖换成黑糖。最后品尝一下蒸馏液的口感，枣香主要在前口，蒸馏会损失掉一部分果香，还有酸、糖、颜色等不挥发的物质，它们留在剩余的液体里，所以这杯无醇版的红枣酒，果味、甜和层次感都有，比煮的红枣水更加清透好喝，又是一个意外惊喜。前段时间，共计花了将近3000元，邀请了100名粉丝品尝第一批红枣朗姆泡酒，有35.9%的朋友反馈过甜，所以我决定试验一下用不加糖的方式浸泡，这样的话，酒中糖的来源就只有红枣本身了。还有20.3%的朋友反馈酒的刺激口感明显，检测报告显示酒精度为30.4度，所以我用浸泡前降度的方式试验一下降到20度左右的口感。我们品尝对比一下口感，我觉得两款的甜度比以前明显小了，两款的红枣香气降度后的弱了一点，但不明显，而降度后酒的刺激感明显减小了，这应该是大家想要的口感。大家期望的价格中，很多人选择的是50左右，虽然现在的成本还 hold 不住，但距离这个预期价格又接近了一些。既然要出产品，那接下来就得严谨、再严谨，对酒精度和含糖量都要做数据化的检测。以往我都是邮寄给检测机构，一个产品下来，检测费要花掉大几百。查阅大量资料发现，基础检测并不难，而且我对自己检测和机构检测的结果做了对比，基本上没有差距。要测泡酒的酒精度和糖度，需要把酒精和糖分开，于是我又买了一套实验室蒸馏装置，毕竟跟检测费相比，这点付出根本不算什么。取50毫升水，再加50毫升酒，先蒸馏出50毫升蒸馏酒，用它来测酒精度。因为糖不会被蒸发，所以用剩下的50毫升来测含糖量。最终得到两款的含糖量分别是19%和18.6%，酒精度分别是18和32。接下来我打算用降度的配方再泡一批送给大家，因为前一段时间泡了一批草莓威士忌要送给大家，所以现在没有空闲的罐子，私房钱也用光了，所以只能等草莓威士忌酒送出去之后省吃俭用攒点钱，然后再泡红枣朗姆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吧。看这蒸馏出来的红枣酒，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口感？评论区有先答对的朋友，下次红枣朗姆酒我会优先赠送。